赶快来看我们的第一道。好。一个名字是叫做米苞米，简单就是米苞米。那当然就是潮州人，潮州人他就比较出名，就是他比较有，应该是说比较富有，所以他时间比较多。所以你看潮州料理都是切到细细，对，就很多工去做的。没有错。那如果说相对的客家料理，那个猪肉也切得大大块，因为他们都是在忙的要去耕田，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料理。就是用糯米的，我们也给它爆香，有红葱这些的爆香，爆香了我们要去蒸。是那如果说我这一个懒惰的方式，如果说你不要做这个步骤，你买油饭的可以。买别人做好的油饭就好了，反正内容都差不多嘛。油饭里面就是什么虾米啦，红葱头啦，对，不然都是菜脯啦，或者是花生嘛。对 OK， 那这个方法更好了。好，不要太多油。好，目前把姜爆香。然后红葱头吗？红葱头，虾米，就一般我们讲的开洋。对，开洋。开洋要炒之前呢，要先泡一下水把水拧干之后呢，把它就是说做细一点，再来煸炒。对。再来就是香菇。好，这个就是一般油饭里面一定都会有的这个香菇。好，那香菇的处理也是一样，稍微泡一下水之后嘛，把水分拧干，然后把它剁细一点哦。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港式的，他们都会加一些香肠，对，就是所谓的腊肠。腊肠，对。好，糯米下去炒。好，我们糯米呢要先泡水，大概要泡多久呢？如果说你买来的是新米，就差不多4个小时就好了。那如果说你买来了，然后你的米放了一阵子，可是你还没有用，你想去做成这个米糕，那你就建议是泡过夜。好。那建议是用长糯米，长糯米它就会比较冷的时候还会比较 Q。好，我们糯米有分2种就是圆的糯米跟这个长的糯米这个是泡过香菇的水，那这个也可以来当调味料。好，这个就可以下去煮熟了。那沙劳越呢是胡椒的第1名的产地。虽然量不是第1名，可是我们的品质就是最顶级的。哇，上了一堂地理课了。这个以前都会考了，对不对？东北有3宝：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。那这个印度尼西亚是香料群岛嘛？那摩鹿加群，都忘记了，还给老师了。我个人我也喜欢比较喜欢白胡椒的这个味道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糯米也炒的这么半生熟。花生什么时候放呢？花生什么时候放呢？还好你提醒我，我还以为跟我平常做油饭不太一样，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？他们潮州人做的这个原来就是花生呢，也是要一起放下去我还以为说要铺在底，然后一起蒸熟的。这个米已经因为你泡过的，它就很容易熟，很容易就熟了。对。好，我们再用大火来蒸我们的炒糯米。好。OK， 现在我们要来做这个饼皮，我们的果皮。还有我们的果皮很重要。对，来好。那现在我们要做饼皮，这个饼皮呢，我今天有带了一个模，它就是桃子的馅，这桃子的馅。那我们呢，以前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们做这个桃子，我们可以做多种颜色。如果说做红色的，就是有喜事，所以一般人吃的就是做红色。如果说有丧事的要用来拜拜的，我们就不加这个红色的色素。那你甚至都可以用蝶豆来加，那就有一个蓝色。可是当然了，你如果说是用这个蝶豆呢，那个馅
我可以建议说，你用甜的，可以用芋泥啦、椰子啊，或者就是带甜的那个馅的比较比较搭。好，那我们来做这个果皮，所以我先把部分，这一点点就好。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如果说要做所谓的台湾人工叫做粿啦，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是果？那这个糯米团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会先抓一个叫做果母，对，然后把它丢到那个热水里面去呢，它会浮起来之后，再把它加在我们的这个糯米粉里面。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糯米的就是比较有嚼劲了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果母呢丢进去。果母还有一点点。好，其实这样也蛮足够了，应该也够了啦。好，我们的这个果母已经浮起来了。好，那当然这个果母就很烫，好，这个的部分呢，我要搓成那个面团，所以我的这个红色色素我不要直接加，我是加在这个水里，让它一点点就好了。不够再加。不要一次加进去，太过红，然后加一点油，它就会比较有这个弹性。就一点，差不多2茶匙的油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刚刚Lisa呢特别呢跟观众朋友呢提醒呢，我们在加这个天然色素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直接把粉放到里面来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当然这个颜色会变得可能没那么均匀，也是有另外一个效果，像云彩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说以传统的这个做法的话呢，我们还是希望观众朋友把刚刚的这个天然色素先加到水里面呢，让它匀了之后呢，再加到我们的这个糯米粉里面来哦。对。台湾人看会觉得黑喜呢安菇粿啦，其实不是，他们叫做潮州炒米饭团。我就把它叫做米苞米。好，米苞米。OK。好 ，OK。其实它的做法呢，跟安菇粿其实差不多是一样。好，我们捏这个差不多是50克。是。好，50克的这个，所以我需要手粉。手粉我放这边。起来。好，把这个。刚才差一点忘了放的花生，把它包起来。包法可以这样子捏，所以它就不会说一边太厚，一边太薄。有一点像做月饼那种捏法，就是那种像那个插花粿啦。我们对。台湾的话呢，华人就是有所谓的那个客家的一些粿哈。对，好，所以这个弄好了，我们就加。所以这个呢，刚才我们就不撒油，我们撒一点粉，它就不会粘。好像这个模型的话呢，有很多这个传统的，甚至有人在收集哦。这个古代就是说比较早期的阿嬷，他们现在已经不做了嘛，那很有味道，甚至还有整面墙。都是这个模型的。这以前呢还是用木去雕的，所以现在如果说是有一点难找，可是不是完全买不到。我们家有好几个，我的收集。That's nice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压一下。然后我们以前说知道说邻居在做淘米饭的时候就是这样翻过来，就这样。真的很可爱好可爱。好，差不多50克，就那么大坨，像个乒乓球那么大。好，手粉，不然它会粘。一点手粉。好的。这个很适合亲子一起来做哈，小朋友一定最喜欢说：“妈，我来，那么压。”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有，给你发现到，对，尤其是这个敲的动作，对，小孩子就很喜欢玩。所以我们到底是在帮忙还是在玩？就是大概这样。好，我们最喜欢的，哎呦，这样
所以你那些料啊也是不要放太多，因为你放太多了哈，你那个模型就压不上去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桃果已经蒸了一半的时间，我们要蒸差不多10到10分钟才可以熟。这时间一半，那你要给它打开，全部打开。你看有没有？看它缩进去，有没有看到？让它缩进去，所以它的花纹才可以维持。如果说我们没有打开，它的花纹就会模糊掉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辛辛苦苦压出来的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中段的那蜜雀。好，盖回去，然后用小火再给它个7分钟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ebble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，从马来西亚来的这个 Lisa 呢，帮我们呈现的一个真的是很经典的潮州人他们吃的这个米苞米。